这个确定不是备孕的时候才要吃的菜吗？哇，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中餐日做那个事儿？大概就是国内一家餐厅套用了在日本很流行的omakase的用餐形式，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质疑的声音。但是吧，我想说，在日本这样的中餐厅真的巨多，主要是不仅没人质疑，反而喜欢它的人很多。我怎么感觉越看越像是菜的问题？所以我带着一颗强烈的探求心，今天找了家靠谱的来试一试。备孕的时候都没有吃这么丰富，毫不完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入口了，是不是有一种钱没带够就出不来的感觉？すみません、予約したのです。这店感觉好高级好严肃，见到朋友才松了口气。然后我们点的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套餐，第一个是一个前菜拼盘，这菜叫富贵前菜莫里亚瓦塞，我感觉我妈妈肯定会很喜欢这个菜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这个是小米辣海带丝，配了一坨海螺肉。小米辣加的海带又是特别酸爽，然后是一只醉虾，厨师已经帮你剥好了。我本来还有点忐忑那个酒的味道，但它其实只有一丁点的酒香，然后一小块肘子冻。不过好像开胃菜都没啥可说的，就是越吃越饿。我们直接看主菜吧，第一个菜感觉就是 C 位，佛跳墙，它真的太补了。是不是佛跳墙的用材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？我们这个打开第一个是鲍鱼，因为是炖的，所以能极大程度保留它的 Q 弹，嚼就完了。还有一个看起来品质还不错的海参。这个一口下去真的特别的鲜嫩多汁，就是一嘴巴弹嫩的胶质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最恐怖的是这个牛鞭，我就很好奇，你们那儿吃佛跳墙要放牛鞭吗？口感吃起来很像牛蹄筋，不过是炖的趴烂的那种，我还以为会有那种骚味呢。下一口挑战升级，牛蛋，牛蛋啊，为什么要念两遍？它的味道像毛肚，又像卤水鹅肝，就是内脏的味道，没有骚味了。最后感情深一口闷，喝一口佛跳墙的精华。这个汤足足熬了10个小时，那种浓稠的鲜味就是不一样，超补。胖了。接着是这个菜，鱼子酱松叶蟹。虽然这个搭配让我想起了那些吃不饱的法餐，但这一口吃进嘴里满满的蟹肉，这个分量肯定是中国菜，而且它下面一层还是蟹肉，这得多实诚。而且配上那个奶香味的酱不要太满足，这一口既有蟹肉本身的鲜甜，还有鱼子酱的咸香，就是满足。接着是一个点缀了春卷的狮子头，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狮子头好像还不太一样，特点是它里面可以爆汁，里面是一层肉肉的夹心。咱们就说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很过瘾，细腻的肉泥和大坨的肉块混合在一起，甚至还有点像没有皮的饺子馅儿。接着这个是他们家的海胆盒子，我发现他们家的分量都好实在，它里面不光有海胆，还有海参，还有贝柱跟猪肉，好多肉啊！这么多食材都挤在一块儿，一口下去真的会爆汁。哇，这个菜我是真的很想外带几个回家。接着是一盘蟹黄菊花贝柱，淋了一勺满满的蟹黄膏的酱汁。贝柱还挺有嚼头的，贝柱的味道本身就很鲜，再加上那个蟹黄酱，甚至很想来一碗米饭。中餐嘛，怎么少得了鱼？我就很喜欢这种没有刺儿的石斑鱼，还是红烧的。石斑鱼的肉炖出来就是细腻紧致，酱汁是酸甜口的，有点像松鼠桂鱼那个味道，又有点像宫保鸡丁的酱汁，挺复杂。果然石斑鱼就是嫩。总之就是酸酸甜甜不腻人，特别适合年夜饭吃。其实到这儿这顿饭的分量已经特别足了。我们还有个硬菜，这是配孜然羊排，还是货真价实的椰子。这个烤羊排闻起来羊膻味特别重，但吃到嘴里却不怎么膻，反而因为羊的油脂在嘴巴里化开变得特别香。我们直接来啃吧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一顿就是10全大补，感觉回家不胖个3-5斤都是对不起厨师长。这种才叫omakase嘛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好胀，凯维尔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。无语。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omakase的感觉。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，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，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2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是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2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
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。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2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的肉，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，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它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开。哎，是不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，在日本只要是个烧鸟店就会有提灯这个菜啊？但其实大部分烧鸟店是没有这个菜的。假提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这么火。而且我最近总感觉因为太过于追求提灯而忽略了很多好店。这个菜不比米其林好吃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阿健，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在日本生活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哎，就吃烧鸟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叫四谷，你的名字的取景地其实有点像成都的桐梓林。这个地方藏了好多小店啊，哇，是一条幸福的街区呢。我们今天去的就是这家，有点温馨。我们开始吧。等等，6です。嗨，谢谢呢。像我这种不怎么挑食的人，但是厨师长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也不用选菜，简称我妈卡塞。第一个小菜是蛋黄配韭黄，真的就只有一小口，味道还没尝出来就已经吞了。这啥呀？然后这个是他们家解腻用的小菜，香菇白萝卜。这是一碗开胃用的黑胡椒鸡汤玉米糊，用鸡汤炖的特别鲜。虽然想厚着脸皮再要一碗，但是我不敢。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一盘生肉端过来。生肉环节，这一盘的难度真的很大，里面有鸡胗、鸡肾、鸡心、鸡腿肉、鸡胸肉，哇，一夹鸡就要整整齐齐。先来浅尝一口鸡心。我仿佛继承了这个鸡生前的记忆。生肉嘛，谁没吃过？其实蘸一蘸酱油，味道还是没有那么恐怖。这个鸡肾我也吃了，那大妹无语。鸡肝其实还挺好吃的，细腻绵软，送进嘴里还有那种浓密的脂肪感。哇，鸡胗就不说了，在生内脏的衬托下，半熟鸡胸肉是多么的美好。果然吃生肉没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。然后下一盘是个甜品，我的烧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师傅把这个面包烤得特别脆，旁边这个配的是提拉米苏味道的花生酱。咖啡味的脆皮蜂蜜面包，再来一个。终于到了第一个串，白白胖胖的鸡胸肉，多汁弹滑的鸡胸肉，点缀一丢现磨的山葵，我又可以了。下一串是青椒鸡心，果然还是熟的鸡心深得我心，炙烤之后的鸡心充斥着炭火味，吃起来特别有嚼头。哇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川菜的味道，绝了！我以为我能认真吃肉的时候，不速之客来了啊！沙拉，内心是拒绝的，但是为了能活到150，还是吃一口吧。哦，真难吃。接下来这串金葱烧鸟，我的爱，他选的最粗的那种葱根，这串烤的外皮焦脆，内里肉汁充沛。今天的单压是不是有点多？肉里还有一丝嚼劲，趁热吃真的无敌了。再来一串银杏，外表金光，吃起来软糯。那咱们就是说，一口4颗就会翻车，压上瘾的这是无语。哇，来了串大的，烤紫苏鸡胸肉肉馅儿，这一串满满当当的肉馅儿，有点像过年家里调的纯肉饺子馅儿，用小鸡蛋、蛋黄液滑滑嫩嫩的包裹肉馅儿，会让口感更丰富，也让鸡胸肉的味道变得更鲜了。肉烤得来流油，就很适合配点蛋黄。假提灯，一口灯。一口肉，一菜两吃，我真有才，像爆珠哎！接着一盘炭烤豌豆，疑惑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新鲜脆嫩的，还是保留着蔬菜的清甜，怎么突然很想念干煸四季豆？还是那个好吃。这串炭烤鸡翅是肉眼可见的油光发亮，它是把肉骨展开了，方便你啃，所以这串跟我脸一样大。来吧，果然还是鸡皮比较香，焦脆的鸡翅皮一进嘴就爆油，而且因为烤得很焦就不会腻，这个鸡皮反而和里面的肉一样有韧劲，这一块肉是最香的。然后上了一碗鸡蛋羹，上面是低温急速冷冻的鸡肝，它吃起来就像是鸡肝味的冰淇淋，真入口即化。吃到底部还有一块很嫩的鸡肉，还有鸡肝跟肉末，因为里面还加了芝士，莫名能吃到一股奶香味，好神奇的口感，今天的味觉新体验。然后是糖心鹌鹑蛋，神奇的是它的糖心是微热的，蛋液还微微泛甜。然后这个串特别怪，它是鸡的食道，鸡的食道有这么长，没吃过的东西还是挤一点柠檬，它吃起来像炸过的鹅肠，又脆又韧。它像是在成都吃火锅会烫的那个贡菜。这一串是鸡的甲状腺，什么呀？怎么越吃越怪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鸡油味的口香糖，反正我就是嚼不断。最后的主食极其的给力，鸡肉肉末饭，晃悠晃悠的温泉蛋。我们要把整碗饭和匀，送一口满满都是料的饭进嘴，无敌的满足。那个滑滑的蛋液包裹着颗粒分明的肉末，还有香米。它里面还有一点微甜的照烧酱。干完一碗饭再来一碗超浓鸡汤，日渐圆润就是这么来的。总结一下这家店，果然食材原本的味道才是最美的。哇，突然上升了一个高度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2。
很多人说这是日本最贵的一种鱼，叫日本鳗。贵是因为这种鳗鱼特别难养，以至于它的鱼苗和黄金差不多贵。但是这个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又到了吃鳗鱼饭的日子。今天的风真的好大。这是我们上次去的那家百年老店，然后他们家翻新了一下，对，这是证据，还装上了自动门，感觉反而很怪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リュウですね。3名で。里面还是老样子，墙上贴着酒单，大厨在面前杀鱼，吃鱼不长胖，开始吧，跟居酒屋一样，香味给你上一碗小菠菜，这个还真的不够塞牙缝。然后他会在旁边放一个鹌鹑蛋配白萝卜泥，用来解腻的，好 man 啊！我以后就用这种猛男音调配音了。一般日本鳗鱼店会给你上的第一个菜都是鳗鱼骨，很酥很香脆。回锅薯片，感觉幸福和我只差一包六婆了。接着这个是盐烧鳗鱼，其实就是白烧。这种烧法对鳗鱼的新鲜度要求很高，因为它没加什么调料。旁边的那块就是蒲烧，但是这一块它会故意给你烤得很瘪，鱼皮烤得像薯片，越嚼越有鳗鱼的香味儿。旁边还有一坨生姜鳗鱼，生姜又酸又辣，吃起来像泡菜夹鳗鱼，挤一点小柠檬会更解腻。接着我们是两个串儿，它们都是鳗鱼皮做的串儿，但它们的区别是一个是肚子上面的皮，一个是鳗鱼背上的皮。这种颜色浅一点的就是肚皮肉，它的脂肪会很多，都看得到，所以它也更软嫩多汁一点。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腻，背面的皮就是虽然油脆，但是又更加有韧劲，一咬它皮都展开了，感觉像是打了。接着是一串鳗鱼的脆骨，好像是那个鳗鱼背脊骨上面的那个肉，它的口感还挺神奇的，像烧鸟里面的烤鸡软骨，挤一点柠檬。但是你们想，鳗鱼的脆骨能硬到哪儿去？它更像一层薄薄的骨头。我发现师傅的手就没有停过，我的嘴也没有停过。接下来该到鳗鱼的内脏了，它是鳗鱼干和里脊肉，两种不同的酱料，但是它们都很咸，一口咬下去就是内脏自带的微苦的味道，微苦的茶香味一下就漫出来了，吃烧鸟串的感觉。然后最后在上鳗鱼饭之前，还会最后给我们上几盘小菜，一点点薄盐烤出来的效果。然后一碗很袖珍的鳗杂，长得好像异性，经典时尚小鳗杂，这个一定要蘸酱油跟芥末，要不然巨腥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等到了我们的主角，感觉开盖的瞬间我都想给他鼓个掌。我发现他家的做法是先烤后蒸，师傅说这样才能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。米饭的上面还会单独撒上一些酱汁，最后铺上一个迷之装饰。我点的是超小份，因为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开盖的第一个瞬间是炭火气味特别香，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，浓郁鲜甜的酱汁渗透到了鳗鱼的内部。哇，微甜的蒲烧鳗鱼，这个真的是下饭神器，一口鳗鱼，一口甜甜的米饭，胖就胖吧。这种有韧劲的鳗鱼肉真的是一种很珍贵的味道。我是一个大胖子，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只有我们高啊！我的下巴在哪儿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啊，在这儿了。靠，还真的挺贵的。